狂妄至极。面对慕容寻的嚣张态度，幽童寒已是忍无可忍，还不待玄霄超动手，他已是率先出手。只见其身形一纵，8品武军的气息便如道道热浪一般自其体内扩散，在天空之上翻滚，以他为中心，周遭的虚空都瞬息变得扭曲起来。与此同时，他已如暴怒的猛虎一般向慕容寻发动了攻势，来得正好。然而面对幽童寒的攻势，慕容寻却是哈哈大笑，丝毫不惧。就在幽童寒将要靠近之际，他才单掌握拳，只见其一拳轰出，顿时风起云涌，天地变色。武军那毁天灭地的威势被他淋漓尽致地施展而出，那磅礴的武力便如同流淌在天际的滔滔巨浪一般，在空中汹涌奔腾，连绵不绝地扑向了幽童寒。而幽童寒也不甘示弱，将武力释放而出，同样一拳轰出。只听的一声巨响，一道狂暴的涟漪便如同烟花一般绽放，随后开始自半空而起，肆虐天上地下，拳与拳的对决可以说是威势绝伦，看得在场之人那叫一个激情澎湃，甚至还有人叫好连连，当真就跟看戏一样。但这绝对是可遇而不可求，极为难得的好戏。这慕容寻的战力的确很强，恐怕寻常的9品武军都是不敌。幽童寒与玄霄超一样，与其相比皆略逊一筹，单对单的话恐怕不敌。然而楚风却是发现，虽然表面来看二人这一拳没有差别，但楚风却凭借天眼看出幽童寒弱了那么一点，有2下子，不过根本不够看。一招对决之后，慕容寻依然哈哈大笑，尽显猖狂本色，随后竟将微眯的目光看向玄霄超与扶风明，挑衅道：“你们2个也一起来吧，不然只他一个根本不够我打。”慕容寻，你也未免太猖狂了。听得慕容寻之话，那在旁观战的玄霄超更是气得剑眉倒竖，咬牙切齿，那种架势就像恨不得要将慕容寻撕开一般，因为他知道慕容寻这家伙实在太不是东西了。别看表面上慕容寻是在叫嚣，但实际上慕容寻是在威胁玄霄超与扶风明不要插手。若是他们插手了，那也就等于他们自己也认为他们1对1不是慕容寻的对手，所以才要3人联手。那样一来，不仅是他们3个，连残夜魔宗也会跟着掉面子。可是玄霄超与扶风明都不是傻子，若是不插手的话，这样下去幽童寒早晚会吃亏，而以慕容寻的手段，很可能会让幽童寒吃大亏。诸位，感谢你们不远万里来到此处，不过我劝你们想围观的话，还是远一点，因为距离太近，可能会将你们牵连其中，毕竟这是战争。就在这时，扶风明开口了，他先是对着那些围观之人拱了拱手，随后目光突然变得凌厉起来，高声喝道：“残夜魔宗的成员听令！诛仙群岛胆大妄为，忘记了当初如何臣服我残夜魔宗的时日，竟敢公然向我残夜魔宗挑衅！今日我等就扬我残夜魔宗雄威，用诛仙群岛这群狗的鲜血来让世人知道谁才是这东方海域的最强者！”杀！突然，扶风明指着诛仙群岛的高手暴喝一声，紧随其后，他便向慕容寻暴掠而去，加入到了慕容寻与幽童寒的战圈之中。杀呀！让诛仙群岛的人知道，他们在我残夜魔宗的面前什么都不是。与此同时，残夜魔宗的2000余名高手也是散发出那浩浩雄威，主动与诛仙群岛的高手交战在了一处。一时之间，战火纷飞，涟漪不断，那片天地都被战火牵连。自远处观看，在那狂暴的涟漪之中，已是难以分辨出谁是谁，只能够看到凶猛的攻势，你来我往。而见到这一幕，那玄霄超也不再犹豫，也是赶忙加入了战圈，与玄霄超和幽童寒一起联手，对慕容寻发动了攻势。这扶风明果然聪明，在地底之中的楚风同样注视着这一幕，不得不承认，扶风明的这一手很是高明。本来碍于旁观者的压力，他们3人不敢联手，但是扶风明的简单几句话，便使得单打变成了群战，让那片天地的战圈陷入混乱。此刻外人眼中能够看到的唯有那道道恐怖的涟漪，除了金袍界灵士外，恐怕只有楚风这种拥有天眼的人才能够看到扶风明3人正在联手对付慕容寻。所以哪怕此刻是不公平的战斗，但是外人也根本看不到。大哥，这诛仙群岛已经入套了，看这模样，不需要我们去开启那里，也完全可以将他们击败。要不然我们冲出去加入战斗吧。是啊，大哥，真想好好收拾一下这群诛仙群岛的狗。在我残夜魔宗4分5裂的这段时间，他们太嚣张了，散落各处的兄弟没少受他们的欺负，今日就是报仇的大好机会。没错，他们如今还真拿自己当东方海域的霸主了，我是真想亲手教训一下他们。眼见着诛仙群岛陷入了劣势，这些藏在地下的残夜魔宗高手们也是热血沸腾，忍不住想要出去大展身手。大哥，还是按照计划行事为好，只要咱们成功开启那里，那么诛仙群岛这些人就必败无疑，那个时候再出去教训他们也不迟。然而就在大部分人都想出去一展身手之际，那位老七却是开口劝道。然而面对几位兄弟的劝说和众人那渴望战斗的目光，刘老则是陷入了两难之地。身为残夜魔宗的老部下，他也是有着一腔热血，又如何不想现在就出去收拾诛仙群岛的那群人呢？可是身为此处的首领，他又不能大意，毕竟走错一步，那可能就是满盘皆输，在场之人都会因为他的失误而丧命。刘老，不管你相不相信我，但是根据我得到的情报，我可听说诛仙群岛的人马不止这些，还是不要大意为好。看出柳劳等人似乎还有必胜的底牌后，楚风便开口劝道，不想让他们放弃这个底牌而去冒险，毕竟凡事已稳妥未上。无情小友，你还知道些什么？不妨直接说来。见状，刘老侧过脸头来，凝重地问道。经过先前的事情，他对楚风已是相对信任。我听说诛仙群岛除了派来了一队高手，还有慕容寻这位少岛主外，诛仙群岛那大名鼎鼎的酒仙，此次也是来了2位。不过此刻的他们可并未现身。楚风如实回道。什么？无情小友，
你此话当真？听得此话，莫说是刘老，几乎在此之人皆是面容大变，先前还激动的脸上顿时变得不安。我朋友就是因为偷听到这个消息，才与战锋发生了冲突。我也是为了帮我朋友解围，才将那战锋废掉。楚风无法确定此消息属实，但他却觉得这个消息应该属实，因为春武告诉他的消息，至今为止都是对的。无情小友，你的那位朋友，莫非是缥缈先锋的春武姑娘？金袍兄弟的老二开口问道。就是春武。楚风点了点头，这个我倒是听说了。当日的确是春武姑娘先被战锋纠缠，并且是战锋先动了手，似想置春武姑娘于死地，所以无情小友才出手的。而碍于缥缈仙姑的面子，哪怕诛仙群岛应该也不会轻易对缥缈先锋的人动手才对。看来春武姑娘的确是得到了一些不该得到的消息呢。金袍的老二似乎在证明楚风说的是正确的。无情小友，这种事情可不能开玩笑，你能够确定春武姑娘所说就一定是真的吗？金袍的老三问道。这位前辈，我的确不能确定他所言就一定是真的，因为这毕竟不是我亲眼所见、亲耳所听。但是正所谓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何况此事关系到残夜魔宗2000余人的性命，你说是吗？楚风笑着问道。那金袍老三被问得哑口无言。大哥，我也觉得无情小友所说在理，看那慕容寻有恃无恐的样子，多半他是有所准备的。若是那9仙之中没人来也就罢了，若真的有人来，那以我们这些人的力量，恐怕就无法抗衡了。毕竟我听闻，如今诛仙群岛的9仙已是远不非当年可比，除了第9仙外，已经全部踏入了武王境。如果只是第9仙的话，咱们哥几个倒也不惧他，但若真如无情小友所说，此次来了2位的话，那可就大事不妙了。还是按照计划行事吧。金袍老七也是开口劝道。据春武所说，的确是来了2位，那便9仙之中，似乎来了第8仙与第9仙2位。楚风说道。老七和无情小友说的对，既然咱们胜券在握，应该牢牢地锁定局势，不应该冒任何风险。听到这里，刘老也意识到了事情的不简单，终于他点了点头，决定按照计划行事。九弟，你看，残夜魔宗自称东方海域最强，原来他们所谓的最强，就是以人多欺负人少，不仅仅以2000高手欺我诛仙群岛1000高手，甚至3大护法的弟子一同欺我诛仙群岛的少岛主。这件事情你怎么看？然而就在这时，战圈之外的天际上突然出现2道身影，这是2名年迈的老者，气息非常强大，正踏空而立，笑望战场。这2人，一位是5军巅峰的高手，另一位竟然是一位武王级的强者，并且此刻那位武王级的强者正对指着残夜魔宗的众人冷嘲热讽。八哥，依我看，残夜魔宗的人好不要脸，对于这种不要脸的东西就不能给脸，否则他们就会蹬鼻子上脸。那位5军巅峰的老者冷冷地笑道。那2位莫非是诛仙群岛的第8仙和第9仙？是他，的确是他们2位。当年诛仙群岛举办大会，我曾有幸见过9仙大人，他们的确便是诛仙群岛的第8仙和第9仙。想不到连他们都来了，那岂不是说此次残夜魔宗必败无疑了吗？太不可思议了，想不到在这里会见到这样的大人物。这2位可是诛仙群岛最强的战力代表。这一刻，围观人群一阵骚乱，因为已有人认出那2人的来历，的确如春武所说一般，诛仙群岛的第8仙和第9仙早就来到了此处。该死，想不到诛仙群岛真的派来了9仙中的这2位。见到这一幕，金袍10兄弟的脸上皆是布满了慌乱之色。抛开第9仙不谈，单是第8仙就完全拥有扭住战局的能力，武王强者那可绝对不是5军能够抗衡的。大哥，怎么办？想不到他们真的派来了9仙中的2位，而这第8仙也真的来了。以他那武王的实力，恐怕就算我们开启了那里，也无法与他们抗衡啊！金袍的几兄弟皆是将目光投向了他们的老大刘老。诛仙群岛竟然派出了这样的阵容，难怪慕容寻会有恃无恐。还好刚刚我们没有头脑发热冲出去，否则就将功亏于篑了。虽说开启那里也未必能够胜过第8仙，但是起码还有一丝希望。快随我进入峡谷之内，我们必须尽快开启那里才行。刘老果断地下达了命令。虽然他说的轻松，可是苍老的脸上却已满是汗水，可见此刻的他有多慌乱。武王强者，这的确是一个巨大的威胁。这一次他们真的是背负着巨大的压力，恐怕多半是要栽在此处了。而他们这一栽倒不要紧，同时栽倒的还有残夜魔宗的名声。糟了，大哥，第8仙要出手了！突然有人指着天际惊呼起来，而抬头观望，柳老等人更是面容大变，眼中尽是惊恐之色。因为此时此刻，那诛仙群岛的第8仙已是将其独有的王级武力散发而出。这一刻，本是晴朗的天空顿时变得漆黑一片，无数道粗壮的雷霆在空中四窜，宛如天空都要撕裂，末日已经降临一般。该死，他们竟然来了武王强者！这一幕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哪怕玄霄超等人也是眉头紧皱起来。武王强者太强了，的确远非他们能够抗衡的存在。此刻，黑暗的天空乃是幻象，但是那恐怖的雷霆却是实体。若是那雷霆轰击而下，此刻残夜魔宗那位于天际之人，恐怕将无一生还，他们都无法抵挡武王的力量。然而就在残夜魔宗之人以为他们将要大难临头之际，突然一道声音响起，那声音响得很是平淡，但却足以震慑灵魂。最主要的是，当这道声音响起之后，那天空的雷霆竟然纷纷瓦解，就连黑暗的天际也是恢复了先前的光明。第8仙的攻势竟被瓦解了。对于这突如其来的一幕，哪怕是第8仙这位武王强者，也是眉头微皱，将目光看向了残夜魔宗的后方。你是何人？诛仙群岛的小老八，只是10几年不见而已，就不认识当年指点过你的人了吗？然而就在这时，残夜魔宗大军后方的空间一阵蠕动，随后一道身影浮现在了众人的视线之内。这同样是一位年迈的老者，但从外表来看，
至少活了足有几百年。因为他那干巴巴的身体，俨然就像一具已经入土的干尸一般。不过别看这个老头长得老，但是他的一头白发却是异常浓密，往那里一站，宛如一尊神佛，给人一种不可撼动的感觉。他不仅是一位武王强者，并且他还身着残夜魔宗的服饰。当看到这位之后，那本是满面慌张的柳牢等人顿时大喜，一同惊呼道：“竟是土行王大人！”土行王听得此话，楚风也是不由暗喜，知道残夜魔宗的危机似乎要被化解了。因为来到东方海域这些时日，楚风对于残夜魔宗的事情也是旁敲侧听的了解了不少。昔日在残夜魔宗的鼎盛时期，最强的乃是残夜魔宗的宗主，那是公认的东方海域最强者，至少在皇府皓月挑战他之前，他还是最强者。除了那位凶名极盛的宗主外，自然便是四大护法最为强势。四大护法在残夜魔宗内，无论是权力还是实力，都是毋庸置疑的，是除了宗主外最强的4位。而当时残夜魔宗的成员数千万，其实除了四大护法外，还有很多非常厉害的存在，其中最为代表性的便是五行王、金行王、木行王、水行王、火行王、土行王。这5位也许实力不如四大护法，但早在当年残夜魔宗的鼎盛时期，他们就已是武王强者，甚至有些人成名比四大护法还早。而听得柳牢等人所言，此刻出现的老者乃是土行王后，那么楚风自然觉得眼下的危机多半是要被化解了。毕竟土行王与那第8仙不同，乃是多年前便踏入武王的强者，想必如今他的战力应该能够压过第8仙才对。原来是土行王，并非是我不认识你，只是你消失了那么久，再联想到你的年纪，我以为你早就进了棺材，想不到原来你还活着。第8仙诡异一笑，对于这位曾经指点过他的人，没有一丝感恩与尊重。都说诛仙群岛是趁势崛起，而诛仙群岛的所谓高手也是小人得志，今日再看还真是如此。不过我不得不承认，你诛仙群岛溜须拍马的功夫很是撂的，隐藏得很深啊。当初若不是你们那么会阿谀奉承，也许我们早就发现你们是这般卑鄙无耻、忘恩负义，真该在那个时候就将你们这群小人覆灭。土行王冷笑道：“不要现在不想，就总提当年之事。你残夜魔宗若真是厉害，又何必拿当年的辉煌说事？不妨现在将我诛仙群岛覆灭一个试试看。”第8仙继续讽刺，脸上尽是不屑之色。真以为踏入武王境界就能与本王平起平坐？今日本王让你知道什么叫做天高地厚。这一刻，土行王勃然大怒，说话之间瞬息不见，再次出现之时，竟已来到了第8仙的身前。他出手了，王级武力一出，哪怕是武军强者也是感到了莫大的压力。武王的浩瀚王威一展无余。实不相瞒，如今的我还真没把你这个老家伙放在眼里。你们的时代过去了，与其你自己老死，不如今日让我将你再次终结，送你一程吧。然而面对土行王的攻势，那第8仙也是不畏所惧，反而是哈哈大笑，同样释放出武王独有的王级武力，竟与土行王交站在了一起。这位第8仙竟然野心滔天，想要让土行王做他的踏脚石，准备杀掉土行王而扬名立万，狂妄。而土行王自然知道他的心思，所以出手毫不留情，招招索命。武王的对战的确非常恐怖，先不说那毁天灭地的神威，单单只是层层余波，便让那些武军高手们难以抗衡。快远离他们，王级武力太强了，我们难以抵挡。此时此刻，无论是正在交战的诛仙群岛与残夜魔宗高手们，还是那些围观之人，都不得不尽快远离二者，因为二者的实力实在太恐怖了，若被牵连，非死即伤。这第8仙竟这么强，能与土行王大人抗衡。看着天空之上打得天昏地暗、激烈交战的二人，金袍老二很是吃惊的道：“不是第8仙强，而是土行王大人真的老了。”毕竟他的兽灵。刘老无奈的摇了摇头，不免长叹一声：“不好，第9仙竟向我残夜魔宗的小辈出手了。”突然，金袍老三惊呼道，脸上布满担忧之色。顺目望去，那第9仙果然已经加入了战圈，正在对他残夜魔宗的高手们进行灭杀。虽然同是武军境，但第9仙的战力超群，几乎无人可挡。只凭借他一己之力，竟然扭转了战局。一时之间，残夜魔宗的2000余名高手竟然优势全无，只能与诛仙群岛的高手战成平手。该死！快走，不能再拖延了，快去开启那脸，否则迟则生变。这一刻，刘老终于不再犹豫，转过身来便破土而行，向罪恶峡谷那壮观的建筑群内行去。而楚风等人也不怠慢，自然是紧紧跟随。他们自地底而行，刘老显然知道路线一般，在他的带领下，众人最终来到了一座埋在地底深处的殿门前。这殿门附有很强的结界，但是刘老却知道破解之法，可以轻易破解。顺着殿门而入，进入了一座浩瀚的地宫。这地宫之内机关重重，可谓危机四伏。一路走来，遇到的防御结界更是数不胜数。不过好在刘老显然知道一切都在他老人家的掌握之中，所有关卡都是被他一一破解。但是似乎破解这些结界也不简单，只是短短片刻的功夫，刘老就已面色苍白，气喘连连，大有不知之事。终于，他们的面前又出现了一座宏伟而巨大的殿门，而楚风也能看出这座殿门所赋予的结界比之前所有的结界加在一起都要强。刘老若是强行破解，恐怕身体将会严重受损。大哥，你一路辛苦，这道结界就交给我们兄弟几个吧。是啊，大哥，开启那里还需要你，你还是保留一下体力吧。这最后一道关卡就交给我们吧。
来到此处后，金袍几位兄弟皆是上前劝道，不让刘老再独自破阵，快去破阵！此刻外面局势不妙，咱们拖延不得。刘老自知身体已是吃不消，所以也并未勉强，而是坐在一旁休息起来，静望着自己的几个兄弟去破解眼前这座超强结界。刘老，恕晚辈冒犯，不知你们所要开启的东西究竟是何物？出于好奇，楚风上前问道。无情小友过来坐。见到楚风，刘老的脸上洋溢起淡淡的笑意，可见他对楚风真的很是欣赏。而楚风也不怠慢，赶忙坐到了刘老身旁。而当楚风坐下后，刘老便开口说道：“其实对于你也没什么可保密的。我残夜魔宗的防御手段有2种，一种为守，一种为攻。守的，你看到了，这便是道道坚不可摧的结界和各种防不胜防的机关。无论是结界还是机关，除非有破解之法，否则想要强行破开，非常之难。至于这所谓的攻嘛，就是以人为主。凡是加入我残夜魔宗的人，都会在他的后背处刻画一个残夜魔宗的标志，但实际上那并非简单的标志，而是一种与丹田相连的阵法。与这阵法相互呼应的，便是攻杀阵。攻杀阵只要运转在一定的距离范围内，凡是我残夜魔宗的成员都会得到他的力量，实力倍增。不仅是实力，还有胆识、意识与心智都会变得极强。那个时候，我残夜魔宗的成员便不再是以往的他们，那一刻，他们是真正的战士，杀伐果断，绝不手软。而这种攻杀阵几乎在我残夜魔宗的每座领地都有，这罪恶峡谷自然也不例外。不过这里的攻杀阵比起其他地方的攻杀阵却有所不同。说到此处，刘老的脸上不免涌现出一抹得意。有何不同？楚风问道。它有一个名字，叫做封魔攻杀阵。刘老说道。封魔攻杀阵，楚风为之一愣。这封魔攻杀阵，顾名思义，主要开启此阵，那么我残夜魔宗的成员就将如同是解封的魔鬼一般，将嗜杀成性，无可匹敌。所有来犯我残夜魔宗之人，都将死无葬身之地。刘老笑着解释道。竟然这么厉害！听到这里，楚风终于知道为何刘老他们担负着此次行动的重任。他们果然有着很强的底牌。那是当然。知道我们为何要在这里设局吗？就是因为封魔攻杀阵的威力极强，可以让诛仙群岛的人吃上大亏。不过我们还是低估了诛仙群岛，想不到他们为了此处的宝贝，竟然派出了9仙中的2位。若不是土星王大人赶到，那今日吃大亏的可就是我们了。本来想借助此处的宝贝，引诱诛仙群岛的人上钩，打击一下他们的嚣张气焰，也顺便让我残夜魔宗散乱各处的兄弟们能够再度凝聚到一起。但我们都没想到，如今的诛仙群岛这么难对付。说到这里，刘老的脸上不免涌现出自责。他们的确是低估了诛仙群岛。刘老，那此处的宝贝究竟是什么？诛仙群岛会不惜派出9仙中的2位来到此处。楚风再度追问道。若是让诛仙群岛知道这宝贝究竟是什么，恐怕就不会只派出第8仙和第9仙这么简单了。刘老微微一笑，随后看向楚风道：无情小友，听说你在缥缈先锋上，在乌鸦观主那里得到了一件半成王兵。楚风点了点头，感觉如何？刘老问道。威力强大，远非寻常武技和骑兵可比。楚风笑道。半成王兵的威力的确很强，但是毕竟是半成品，你可知道真正的王兵是何模样吗？刘老再度问道。当然想。楚风点了点头。那半成王兵已是能够让人战力倍增，那真正的王兵又会何等强大？楚风真的很想见识一下。刚好这里就有一把，等除掉诛仙群岛的这些人，我就破例让你见识一下真正的王兵。刘老淡淡的笑道，并且这句话他是传音说的，可见哪怕是他的部下，也不是所有人都知道这里有件王兵。莫非这里的宝贝就是王兵？楚风也是大吃一惊，在王兵面前还有什么称得上是宝贝？自然是他。刘老如实回道。可是王兵这么珍贵，为何要放在这里呢？楚风不理解，残夜魔宗为何要将如此珍贵的东西放在这里，而不是拿走？因为这件王兵的前主人是宗主大人，除了他，没有人配得上这件王兵，哪怕4位护法大人也不行。事实上，哪怕是当年的宗主大人，也只是那王兵的半个主人罢了，并没有得到王兵真正的认可。刘老传音道，连残夜魔宗的宗主都无法得到王兵的认可。楚风感觉有些不可思议。无情小友，你可千万不要小看王兵，王兵可是黄袍界灵师才能打造出来的兵器，那种兵器不但蕴含极强的王级武力，更是拥有自己的智慧，而智慧的高低也是衡量王兵品质的标准。而这里的这把王兵绝对是品质最高的一种，不妨告诉你，打造它的人可是一位武帝强者。刘老凝重的道。听到这里，哪怕是楚风也忍不住咽了一下口水。武帝打造的王兵，那可真是让人向往啊！就在这时，那殿门之上顿时金光四溢，紧随其后又迅速消退。而这一刻，那紧闭的殿门也是在隆隆之音中缓缓开启。而当那殿门开启之际，在场之人皆是肃然起敬，哪怕是楚风也是赶忙站起身来。当其将那炙热的目光投到大殿之后，内心也是变得激动起来。大殿的中心是一座金灿灿的大阵，那大阵符咒涌动，光芒四射，无数道如巨蟒一般的气体围绕着它缓缓浮动。但是此时此刻，最为引人瞩目的却是悬浮在大阵之内一把乌黑色的大剑。这把大剑没有华丽的外表，没有精致的雕刻，就连其剑锋都仿佛没有开刃一般。若是没有剑柄的话，简直就像一个黑色的大铁筷子。可是所有人都无法忽视这把大剑，因为只是一眼，人们就能看出这把黑色的大剑很不寻常。那是什么？终于，一位残夜魔宗的成员忍不住惊呼起来，那是这封魔宫杀阵的源泉所在。金袍老二解释道，但是他却并未说那是王兵，有意隐瞒此处有王兵的事实。刘老，那个便是王兵吗？楚风也是偷偷传音于刘老，是王兵的投影，
真正的王兵在这封魔宫杀阵的最深处。刘老解释道。而这一刻，几乎所有人都涌入了大殿之内，尤其是金袍姬兄弟，进入后便赶忙围绕着这座封魔宫杀阵盘膝而坐，迫不及待的想要开启此处。无情小友，这个你拿着。突然，趁着众人不注意，刘老将一个掌心大小的石头塞给了楚风。刘老，这是？楚风不由一愣，他发现这块石头上面不但刻画着一座阵法，且将其握在手中。楚风更是能够感觉到这颗石头内所蕴含的力量，在这块掌心大小的石头中，竟然封印着大量的金色结界之力，并且浓度非常之强，恐怕不弱于柳老此刻体内所蕴含的结界之力。最主要的是，这股结界之力没有主人，似被特殊的调理过，非常柔和，随便一位界灵师都能够随意的对其进行控制，并且完全无需消耗自己的精神力。此乃是我来此之前耗费数年时间精心凝聚的。本来我是计划在我的结界之力不够的时候，用它来进行蓄力，但是如今我觉得它更适合你。无情小友，这座封魔宫杀阵虽然威力强大，但同样非常难以开启。若是在我等支撑不住之时，希望你能用这个助我等一臂之力。刘老凝重地说道。放心吧，刘老，若是有需要我的时候，我无情一定奋不顾身的救上。楚风将这石头收好，很是认真的点了点头，因为他知道这是刘老对他的信任。随后，柳老也不废话，拍了拍楚风的肩膀后，便走向了那结界大阵，盘膝而坐。而当其落座之后，金袍十兄弟便开始合力布置阵法，开启这座封魔宫杀阵。这一刻，楚风能够清晰地感受到金袍十兄弟在拼尽全力开启这座大阵。只不过想要破解这座阵法真的很不容易，哪怕他们知道方法，但是这也耗费了他们大量的精神力与结界之力。不过好在他们这样的开启之下，楚风能够感觉到这座封魔宫杀阵正在一点一点的运转着，并且在经过了足半个时辰之后，这座封魔宫杀阵已是近乎彻底开启，马上就可以彻底运转。不好，这个气息是……可是突然之间，楚风却是面容大变，赶忙将那凌厉的目光投向了大殿之外。诸位真是辛苦你们了。然而就在这时，楚风发现一道身影已是自的宫的入口飞掠而来，并且站在了大殿之外。这位竟是诛仙群岛的第九仙。第九仙，当见到第九仙之后，几乎在场之人皆是面容大变，脸上涌现出了莫名的不安。柳老等人也是无法再继续开启这座阵法，而是赶忙呈防守之势，挡住了这座封魔宫杀阵之前。该死，这第九仙怎么会知道这里？在场之人皆是眉头紧皱，眼中充满了不解。然而就在这时，一道身影突然自金袍十兄弟之中爆射而出，竟然径直地掠向了第九仙。七弟，不要乱来！见到这一幕，柳老等人大惊，赶忙呼唤起来，因为那暴掠而出之人乃是金袍十兄弟中的老七。然而最令人意外的一幕发生了，那老七并未对第九仙出手，也没有返回他们的防守阵容，竟然在来到第九仙身前后，对其客气地抱了抱拳。第九仙，你来的真是刚刚好。什么？老七你？这一刻，人们恍然大悟，终于知道为何第九仙会知道这里，并且在如此关键的时候来到此处。原来是他们金袍十兄弟之中出现了叛徒。老七，你竟是叛徒？你竟然背叛我们！面对老七的背叛，金袍几兄弟气得咬牙切齿，但却也不愿相信，恶狠狠地质问起来。二哥，不是我背叛你们，只是残夜魔宗的时代真的过去了，而我们十兄弟明明可以有大好前途，为何要死守着那残夜魔宗的名头而无所作为，并且还要与诛仙群岛为敌呢？不如你们与我一样，一起投靠诛仙群岛吧。只要加入诛仙群岛，我们就能够获得大量资源，我们十兄弟都能突破到武王境。那个时候，我们将不由臣服任何人，而是有着无数人臣服于我们。东方海域之人所认识的，不只有九仙，不只有四大护法，不只有五行王，还有我们十兄弟。金袍老七很是诚恳地劝道。老七，然而对于他的劝说，金袍几兄弟却没有一人动容，反而脸上满是无奈与愤怒。老七，我只问你一句，诛仙群岛之所以早有准备，并且还派来第八仙和第九仙，是不是因为你事先已经咱们的计划告诉了他们，他们已经知道这里藏着的是何物了？就在这时，刘老很是平淡地问道。大哥，你不要怪我，良禽择木而栖。金袍老七的这句话已是承认了所有。然而就在这时，刘老的剑眉猛然竖起，紧随其后身形一动，夹带着强大的气息，便掠到了那金袍老七的面前。只见其手掌探出，如鹰爪一般牢牢地锁在了老七的喉咙之上，狠狠地道：良禽可以择木而栖，但绝对不能不忠不义。我们十兄弟都是孤儿，虽散落东方海域各方，但却同样承受着他人冷眼，遭受着同龄人所没有遭受过的苦难。是谁救了我们？是邱残风大人，他不但救了我们，还教会我们修武，不仅给我们力量，还给我们权力。若没有他，根本不会有如今的我们，更不会活到今时今日。他对我们有如此恩惠，难道我们不应该以一生为代价，去效忠于他，去效忠于残夜魔宗吗？可是你不但忘恩负义，还为了一己私利，背叛了我们兄弟，背叛了残夜魔宗的所有人。你他妈的还是不是人？你知不知道，若不是土星王大人赶到，那么今日我们好不容易集结在一起的兄弟们，就都会因为你而丧命。刘老越说越气，说话间那手掌也是越握越紧，眼看着就快拗断了那金袍老七的脖子。然而对于这一幕，那位就站在身旁的第九仙不但不出手帮忙，反而一副看戏的模样，静观着这一切。第九仙，快救我！金袍老七眼见自己小命不保，赶紧伸出手掌向第九仙求救。救你？为何要救你？你该不会以为我诛仙群岛真的会收下你这条卖主求荣、背叛兄弟的狗吧？第九仙微微一笑，眼中尽是鄙视之色。听得此话，金袍老七被气得瑟瑟发抖，
简直就连心肝脾肺都快要炸了。动手吧，这样的兄弟，我看着都替你心酸。第九仙对刘老说道，但是他的话语之间却尽是嘲讽之意。老七，你听到了吧？这就是诛仙群岛，你竟然想着帮他们卖命，真是太愚蠢了。然而，令所有人都想不到的是，刘老不但没有杀掉金袍老七，反而放开了那捏住金袍老七喉咙的手。紧随其后，刘老又大声喝道：“老二、老三、老四、老五、老六、老八、老九、老十，动手！”他话音刚落，那另外8位兄弟便一跃而起，进城包围状，将第九仙封锁起来。老七，现在我给你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与我们兄弟9人一同宰了他。柳老指着第九仙道：“大哥，你放心，就算你不这么说，我也会这么做的。”金袍老七点了点头，此刻他的脖子都被捏得发紫，但却一点也不恨刘老，反而是将那无比憎恨的双眼投向了第九仙。我还真低估了你们10兄弟，尤其是你，还真能够忍，这么一个叛徒都不杀，反而要留着他对付我，不简单啊。不过，我想你们一定没听过这样一句话，在东方海域5军境内，有谁敌得过我第九仙？别说是你们10个，就算再来100个，甚至1000个，我也照杀不误。第九仙很是自信的道：“也许在之前，你的确无敌于5军境，但是遇到我们10兄弟后，你就会知道，5军境内你还并非真的天下无敌。”刘老冷冷一笑，随后高喝一声：“布阵！”突然之间，10兄弟一同出手，没有强悍的武技，而是最简单的拳脚攻击，可是配合的却异常巧妙，攻势皆是出其不意。可以说，他们这样的配合简直是无懈可击，比之强大的武技还要凶猛数倍不止。只在交手的一瞬间，第九仙这位自称5军境内无敌手的存在，便被金袍10兄弟所深深的压制，甚至连他施展武技的机会都没有。该死！看来我还真是小看了你们，但是你也休要小看我，哪怕你们配合再默契，但也绝不是我的对手。竟然被自己看不起的10人压制，这使得第九仙极度不爽，竟然拿出了一把半成王兵，使得自己战力再度提升。他这是想要尽快解决战斗，然而他还是小看了金袍10兄弟。金袍10兄弟不仅攻势玄妙，防守更是灵敏，最主要的是他们根本无需防守，因为他们的攻势就已将第九仙完全压制。他们10兄弟就像完全清楚第九仙下一步要做什么一样，将第九仙的攻势封锁得严严实实，将其压制得十分难受。此时此刻的第九仙简直连骂娘的心情都有了，他就像有一身的本事无从施展一样，明明一拳能打死一只老虎，但此刻却被10只蚂蚁围咬得没有任何办法。好玄妙的阵法，这是真正的阵法，只需配合，而不需借用任何外力。厉害！这是只属于金袍10兄弟的阵法，看来只要他们10兄弟联手，5军境内应该无人能与他们抗衡。楚风静静地观察着这一切，发现金袍10兄弟施展的乃是一种阵法，但这种阵法与结界阵法不同，乃是一种通过彼此之间的配合，从而将战力无限扩大的手段。这种阵法相比于结界阵法更难，可以说是难上数倍，甚至100倍都不止。这不仅需要心有灵犀的沟通，更需要无数岁月的苦练，否则根本无法达到金袍10兄弟这种默契程度。并且设计这套阵法的人显然也很不简单，所以在楚风看来，这第九仙就算有再逆天的手段，今日也是注定要败于金袍10兄弟的手中了。此刻罪恶峡谷的上空，两方大战依然在继续。本来双方打得几乎平手，但是当第九仙离去后，却又发生了惊天逆转。残夜魔宗的高手们已经占据了绝对的优势，诛仙群岛的高手开始接连发出惨叫，然后一个又一个的从高空坠落，被残夜魔宗的高手所斩杀。该死，竟然拖了这么久！第九仙在想什么？见到这一幕，慕容寻眉头微皱，脸上涌现出了不悦之色。慕容寻，你诛仙群岛大势已去，今日就是你的葬身之地。玄霄超大笑道：“慕容寻，你那未婚妻和妹妹不错，等下我们会考虑留他们活下来，好好犒赏一下我们这群奋战的弟兄们。”幽童寒更是无耻地扫向了不远处，同样在参战的亚飞和慕容婉3个废物，还真以为能与本少一争雌雄了。本少不过是想玩玩你们罢了，现在本少玩够了，马上就让你们知道谁才是东方海域年轻一代真正的王者。突然，慕容寻面容转冷，手腕转动之间，一杆银色的长枪便出现在手中。而当这把银枪出现的一刻，就连这片天地也是为之色变，几乎所有人都感受到了一股无与伦比的威压从天而降。此刻，慕容寻的手中握着一杆银色的长枪，那长枪之上刻画着无数道复杂的符咒。虽然这杆长枪并没有绽放出如何耀眼的光芒，甚至没有一丝光芒，就如同一把普通的长枪，可是所有人都能够感受到，此时此刻，连这片天地都为之颤动的力量，正是来自于慕容寻手中的那杆银色长枪。手握长枪，慕容寻整个人的气势变得完全不同。此刻的他似乎已经不再是一位5军境强者，而更像一位武王。至少此刻的他已经无限的接近了武王。那杆银枪是怎么回事？怎么会使得慕容寻的气息突然变得这么强横？感受到慕容寻的变化后，玄霄超、幽童寒以及扶风明3人皆是面容大变，脸上涌现出了忌惮之色，不由自主地开始向后退去，因为他们能够分辨出眼前的局势。此时此刻，哪怕是他们3人联手，也绝对不是慕容寻的对手。王兵，竟是王兵！这把王兵我从未见过，你们是从何得来？莫非我知道了，一定是这样，这一定是那座遗迹，是你们在那座遗迹中得到了王兵。这一刻，那位土行王也是忍不住惊呼起来，因为他已经认出了那银色的长枪乃是一件王兵。不愧是土行王，你倒是有些见识，竟然联想到这么多。
没错，你全都猜对了。第八仙得意一笑，随后大声说道：“当初我诛仙群岛之所以会在岛主的带领下，不惜损失大量高手，而去开启那座被你们认为是废的一般的遗迹，就是因为我家岛主算到那座遗迹中一定有宝物，而最终也是如我家岛主所算的一样，果然在那座遗迹之中得到了至宝。虽然我们的确损失惨重，牺牲了无数高手，就连副岛主大人以及2位护法大人也因此死去，但我诛仙群岛却在那里得到了这件王兵。那个时候还有无数势力嘲笑我诛仙群岛，嘲笑我们没有见过世面，不自量力，为了一点小利益就去开启那座除了危险就什么都没有的遗迹，但却不知道我们在那里面获得了一件王兵，并且正是依靠这把王兵，我诛仙群岛才走到了今天的高度。你残夜魔宗看不起我诛仙群岛如今的成就，但你们却根本没有看到我们付出了多少。我家岛主才是真正具有大智慧的人。听得此话，土行王眉头紧皱，脸色铁青，面容非常的难看。因为当年诛仙群岛举全岛之力去开启那座遗迹的时候，还是他残夜魔宗统治东方海域的时候。那个时候残夜魔宗之所以没有去开启那座遗迹，那是因为当时东方海域的所有人都知道，那座遗迹之内什么都没有，有的只是无穷无尽的危险而已，那根本就是一个杀人的陷阱。所以当诛仙群岛毅然的进入其中，并且最终什么都没有得到，还因此损失了大量高手之后，自然而然的被当时的各方势力所取笑。那个时候就连残夜魔宗也取笑过诛仙群岛的无知，所有人都觉得诛仙群岛是想发财而想昏头了。今日再看，土行王也是感到有些羞愧。这一刻他不得不承认，诛仙群岛的确是有些实力，至少他家的那位岛主心机很重，可以称得上是一位真正的枭雄。这么说来，如今的诛仙群岛不是已经有6件王兵了吗？一件王兵已经如此利奥得，诛仙群岛居然有6件，这不是比残夜魔宗最鼎盛时期所拥有的5件王兵还要多了吗？所有人都听到了土行王与第八仙的对话，而这一刻所有人也都是为之感到震惊。诛仙群岛能有今天，实际上也是一步一步争取来的。当年在残夜魔宗瓦解之后，在焚天圣教迁移之时，东方海域处于前所未有的动乱时期，那时候各方势力强势崛起，为争霸主地位而开始常年的征战。那个时候强大的势力有很多，甚至有一些势力传承数千年之久，还掌握着远古时期的一些手段，而诛仙群岛在那个时候是不被看好的。他们虽然实力不错，但是比之那些传承久远甚至拥有王兵的势力还是稍弱一些。但是诛仙群岛就是在其岛主的带领下，战胜了一个个不可能战胜的对手，3年之内平定天下，成为了东方海域的霸主，并且也在那个时候，他们从敌人的手中夺得了5件王兵。5件王兵，这个数量与残夜魔宗鼎盛时期所拥有的王兵数量一样。最主要的是，诛仙群岛不但在之后的几年内稳固住了其霸主地位，更是使得整体实力进行跳跃性的提升。可以说，如今诛仙群岛的整体实力是丝毫不逊色于当年的残夜魔宗的，甚至有人觉得，如今的诛仙群岛已经超越了最鼎盛时期的残夜魔宗。对于这一说法，起初很多人都不信，毕竟对于残夜魔宗的辉煌，很多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但今日，当慕容寻拿出第6件王兵之后，他们却动摇了，因为王兵太珍贵、太厉害，这往往是衡量一座势力真正战力的标准。如今诛仙群岛竟拿出第6件王兵，这已经超越了当初残夜魔宗所拥有的王兵数量，这叫人觉得诛仙群岛是不是已经超越了残夜魔宗？怎么了？3个废物，你们怕了？你们这群残夜魔宗的喽啰，自以为残夜魔宗天下无敌，看不起我诛仙群岛，现在懂了吧？不管你们承不承认，残夜魔宗已经成为过去，我诛仙群岛如今的辉煌也是一拳一脚打出来，一步一步踩出来的，并且早已将你残夜魔宗踩在了脚下。慕容寻笑望着玄霄超3人，猖狂的大笑着，笑声中尽是得意。你放屁！而听得此话，幽童寒顿时暴怒，只听其暴喝一声，双眼竟爆射出2道幽光，那幽光非常恐怖，所过之处连虚空都被洞穿，正以光一般的速度径直地射向慕容寻。这一招乃是幽童寒的杀手锏，找死！然而对于幽童寒的攻击，慕容寻却是轻蔑一笑，随后只见其手中的银色长枪猛然摆动，一道银光闪过之间，那枪身宛如一条白尾的银龙，带着绚丽的弧度二扫而来，不但瞬息将幽童寒的攻势击溃，更是加带着王者之威向其袭击而去。这一刻，那先前还暴怒无比的幽童寒也是不由神情大变，暗叫一声糟了。这一刻，幽童寒目若呆鸡，愣在了原地。尽管早就知道手持王兵的慕容寻将强大无匹，但他却没有想到慕容寻会强大到这种地步。当他的杀手锏被击溃之际，他仿佛感觉到他的生命已经结束，他根本无法与慕容寻抗衡，甚至只是有这一击，他已必死无疑。然而就在这时，突然2道极强的武技自2面席卷而过，竟然与那慕容寻的王兵一击轰击在了一处。瞬息，刺耳的轰鸣爆炸开来，狂暴的涟漪也是天地肆意。幽童寒，你发什么愣？王兵具有独特的威慑力，千万不要被其吓到。虽说他有王兵在手，但我们并非独自奋战，我们的身后还有残夜魔宗的弟兄们。玄霄超大声地呼喊道：“韩兄，打起精神来，这场战斗还胜负未定哟。”扶风明也是淡淡的笑道：“你们这是？”而当幽童寒看到此刻的玄霄超和扶风明后，却是大吃一惊，因为此时此刻，玄霄超与扶风明的身体之上，竟然升腾着黑色的气焰，2人的气息与之先前已是不可同日而语。而在他们的身后，还整齐地站立着近1000名残夜魔宗的弟兄，他们踏空而立，正源源不断地将他们体内的力量合为一体，融入玄霄超与扶风明的身体。就在这时，又有一股黑色的光束自人群爆射而出，直接射入了幽童寒的体内。而这一刻，
幽童寒的身体燃烧起如玄霄超二人一样的黑色气焰，而他也是感觉自己气血翻涌，血液沸腾。只在短短一瞬间，他的战力得到了成倍的增长。有趣，这便是残夜魔宗的独有的阵法吧？通过残夜魔宗的标志进行力量的转换，我不得不承认，残夜魔宗的这一手段还真是高明。见到这一幕，慕容寻轻蔑一笑，紧随其后又道：“不过你们三个该不会真的以为借用那1000名武军的力量就能与我抗衡了吧？”慕容寻，你若以为我们此刻只是依靠这群弟兄的力量在与你战斗的话，那你就错了。而对于慕容寻的轻蔑，玄霄超也是微微一笑，紧随其后，他眼中突然闪现出一抹异常凌厉的光芒，大声喝道：“我们真正依靠的可是残夜魔宗的力量！”话罢，玄霄超掌心反转，一把金色的大戟握在了手中。这虽是一把半成王兵，但是此刻在他的手中却蕴含着极强的威力。与此同时，幽童寒与扶风明也是各自祭出自己的半成王兵，与玄霄超联手向慕容寻发动了攻势。三个废物来的正好，我就让你们见识一下王兵的威力。慕容寻哈哈大笑，眼中的轻蔑不减反增，手中的王兵抖了一抖，便与得到了1000人力量的3人交战在了一处。一时之间，3件半成王兵与1件真正的王兵不断对撞，每次对撞都会荡起一道狂暴的涟漪以及满天的火花。可是王兵的力量实在太强了，哪怕玄霄超3人已是得到了近1000位武军的力量支持，但依然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终于，一声巨响再度响起，一道恐怖的涟漪肆虐之间，玄霄超、幽童寒以及扶风明3人竟然不敌，被轰击的倒飞而去。与此同时，那向他3人灌输力量的近1000名武军强者也是瞬息被击散，一个个的皆是口吐鲜血，身负重伤，已经丧失继续战斗的能力。慕容寻竟凭借王兵的力量以1敌1000，并且将对方击溃，取得了胜利，太恐怖了！这拿出王兵的慕容寻与先前的他简直像换了个人一样，莫非他的战力真的能与武王抗衡了不成？厉害，实在是太厉害了！真不愧是王兵，东方海域最强的兵器。事到如今，几乎所有人的目光都凝聚在了慕容寻的战圈之中。尽管涟漪肆虐之间，他们看不清状况，但是此时此刻，他们却能够看出究竟是谁胜谁负。王兵在手，武军境，谁能与我抗衡？你们都要死！看着那面色苍白的玄霄超等人，慕容寻笑得更加大声，更加得意。说话之间，便要对玄霄超等人动杀手。然而，就在这时，慕容寻却突然面容一变，拿出腰间的令牌定目一看后，那脸色就更加难看起来，低声道：“究竟发生了什么？竟连第9仙都发出求救的信号！少岛主，快去救第9仙！”与此同时，第8仙也是大喝一声，显然他也接收到了第9仙的求救信号。暂且让你们多活一阵，等下再回来取你们性命。慕容寻将手中的王兵收起，随后看向亚飞与慕容婉道：“菲儿，婉儿，随我来。”话罢，慕容寻猛然一拳对着地表轰出，只听一声巨响，一道深邃的巨坑便浮现而出，而在那巨坑的底部，竟然有着一条通道，那竟是楚风等人之前走过的地方。紧随其后，慕容寻身形一动，便向那地底的通道掠去，而亚飞与慕容婉也是赶忙跟随而来。慕容寻速度极快，再加上地宫的结界与关卡已被破开，所以几乎在眨眼之间便掠到了地宫的最深处。只不过，当慕容寻以及亚飞还有慕容婉3人来到那大殿门口处，看到眼前的一幕后，皆是不由一愣，深深的被惊呆了。因为此时此刻，号称他诛仙群岛最强战力之一，打遍武军无敌手的第9仙，正双手抱头，倒卧在地，来回翻滚间，承受着围殴与暴打。此时此刻，已经是鼻口窜血，眼青脸肿，完全失去了还手的能力。而那正在对第9仙施以暴打的，竟然是10个同在武军巅峰的老头子。对于这一幕，亚飞与慕容婉可谓是目瞪口呆，彼此互看一眼后，一同说道：“这什么情况？”事实上，不只是亚飞与慕容婉被惊呆了，就连慕容寻也被惊呆了。堂堂第9仙，据说连武王都可以战，此刻竟被10个糟老头子这般暴打，着实不合常理，让人看不下去啊！虽然第9仙也是一个老头子，但是毕竟名声在外，这真是让人无法直视。不过慕容寻目光一转，当其看向大殿最深处之际，那茫然的表情却不由转喜，冷笑道：“真是寻得天涯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想不到你也在这里，我看今日还有谁能救得了你？”无情，他竟然也在这。而听到慕容寻的话后，亚飞与慕容婉也是将目光投射过去，当看到那竟是楚风之后，不由面容微变，感到异常吃惊。此刻，楚风正盘膝坐在封魔攻杀阵之前，依靠柳牢给他的石头，释放出源源不断的金色结界之力，全心全意地布置阵法，全面开启那封魔攻杀阵。他是想要在柳牢等人交战的这段时间，提前开启这座大阵，以避免残夜魔宗更多成员遇难，战局再发生变化。然而，当慕容寻3人的声音接连响起之际，楚风便猛然将目光扫射过来。当其看到慕容寻、亚飞以及慕容婉3人就站在殿外之后，楚风一下就站起身来，不但心中的怒火四溢，就连浑身上下都散发出了逼人的杀气。因为这3个人可是楚风连做梦都想杀死的仇人。少岛主，快救我！见到慕容寻来了，第9仙如同见到了救命稻草，用那微弱的声音求救道：“竟指望一个毛头小子来救你？第9仙，看来你也不过如此。”事实上，慕容寻3人的出现早就引起了柳牢等人的注意，只不过他们却并未将慕容寻放在眼中罢了，所以才继续对第9仙拳打脚踢，因为他们就是有意要让第9仙难看，有意羞辱诛仙群岛。此刻见第9仙竟然求救，他们自然是冷笑连连，嘲笑不断，真是太好了！今日我敢与我诛仙群岛作对的人，似乎全都到齐了，那就由我一并解决吧。慕容寻嘴角带笑，但是他的眼中
也同样闪烁着浓郁的杀意，真是好大的口气。慕容寻，连这第9仙都不是我们的对手，就凭你这么一个毛头小子，也想杀我们？金袍老二嘴角掀起了一抹冷笑：“10个老东西，本少想杀你们，就如同踩死一只蚂蚁那般容易。”慕容寻手腕一转，那把银色长枪便再度出现在了掌心。王兵一出，顿时实力倍增。慕容寻的衣袍无风自动，不仅是战力增强，就连整个人的气势都变得异常强悍，如同统治世间的王者一般。这股威势，莫非是王兵？这个小子竟然拥有王兵！感受着此刻慕容寻的变化莫测，金袍10兄弟大吃一惊。他们是见过世面的人，所以一眼就认出来慕容寻所拿的是王兵。这便是王兵吗？慕容寻竟得到了王兵的认可。听的那银色长枪竟是王兵，楚风的神情也是为之一动，不由仔细观察起来。王兵又如何？王兵在武王的手中才能发挥真正的作用。何况依我看，这件王兵还没有真正的认主于你。刘老虽吃惊，但却也并未惧怕。你放屁！此王兵早就认主于我，否则我怎能使用于他？听得此话，慕容寻大怒，他很不喜欢这种被人看不起的感觉。小娃娃，你当我老头子没见过世面，还是你没见过世面？你一定没有见过真正认主的王兵有多可怕。而你虽然的确拿的是王兵，可是那种威势却实在差远了。刘老轻蔑一笑，脸上写着3个大字：看不起世面。一个老不死也配谈世面？我今日就让你见识一下什么是世面。慕容寻被彻底激怒，也不废话，手中的银色长枪一抖，王兵那独有的气势便爆发而出，布阵。然而哪怕如此，金袍10兄弟却丝毫不惧。刘老一声令下，竟然就与慕容寻斗在了一起，并且似是害怕牵连到楚风等人。金袍10兄弟更是主动掠出，将慕容寻等人挡在了殿外。慕容寻的战力很强，手持王兵的他的确比那第9仙要强得多，可是金袍10兄弟也不弱，一时之间两方交战，竟然难分胜负。该死，这10个老东西究竟什么来头？竟然这难缠！这一刻，哪怕先前还气势滔天的慕容寻也是眉头紧皱，因为他发现哪怕他手持王兵，但想胜过这10个老家伙也很不容易。这样拖延下去不是办法。无情小友，我残夜魔宗2000余弟兄，今日的命运就拜托你了。刘老对着楚风高呼一声：“刘老放心，这里交给我便可。”见状，楚风心领神会的点了点头，随后赶忙盘膝而坐，继续开启封魔攻杀阵。与此同时，残夜魔宗剩下的几十人也是赶忙站成一排，挡在楚风身前，封锁住了大殿的入口，保护楚风安然开启此阵。该死，眼见着楚风正在开启攻杀阵，自己却毫无办法。亚飞与慕容婉则是急得原地直跺脚，因为那几十名残夜魔宗的人皆是武君境的高手，其中几位的修为还要在他们之上，他们根本就不是的对手，所以不敢贸然上前。而终于，那道封魔攻杀阵光芒四射，宛如太阳一般明亮。而当那耀眼的金芒褪去之后，那封魔攻杀阵竟然已经开启。只不过就在那封魔攻杀阵之前的楚风，却发现本漂浮在阵内的王兵已然不见。事实上，整座大阵都不见了。此时此刻，出现在他眼前的，竟然是一座深不见底、直入地下的通道。无情小友，快进去！真正的封魔攻杀阵就在那里边。见状，刘老赶忙大喝道，而楚风也不犹豫，身形一纵，便掠入其中。银龙刺。然而就在这时，慕容寻却趁机不备，猛然出手，枪尖直射而来，一道异常强悍、夹带着王级武力的银色光束便自其枪尖爆掠而出。天真，但是金袍10兄弟岂会这么容易便被击中？只见他们配合破击，如同随风摇摆的小草一般，竟一一躲过那道凶猛的攻势。然而突然之间，那道银白色的光束却如同具有灵智一般，竟自动调转方向，竟射向了那座他们封锁的大殿。糟糕，中计了！这一刻，金袍10兄弟皆是暗叫不好，因为他们发现慕容寻的这道攻击根本就不是冲他们而来，而是那大殿之内的人。可是当他们发现不对之际，早就为时已晚。此刻那光束已是掠入大殿深处，只听的一声巨响，当那道光束便爆炸开来，一股狂暴的涟漪四溢之际，那挡在封魔攻杀阵前方的所有人都被冲击得人仰马翻，一时之间惨叫连连，哀嚎不断，轻者掉胳膊断腿，身受重创，重者已是血肉模糊，甚至化成了大片血水。此刻在这地宫之内的残夜魔宗高手，除了金袍10兄弟外，皆败。10个老东西，你们也给我拿命来！然而就在金袍10兄弟愣神的功夫，慕容寻手抖掌枪，便再度发动了猛烈的攻势。那手中的银色长枪宛如一条游龙一般，竟然比先前还要凶猛数倍。一时之间，金袍10兄弟竟然也被压制了。而就在这时，那本躲在慕容寻身后的亚飞与慕容婉便分别施展出快速的身法武技，绕过了金袍10兄弟的战圈，进入了大殿之内。真是可恶啊！这一刻，金袍10兄弟终于明白了慕容寻的用意，但是他们10兄弟的阵法缺一不可，所以根本无法分人离开，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亚飞与慕容婉简单的为第9仙处理一下伤势后，纷纷跳入了那座通道之中。此刻，楚风已是通过那垂直而下的通道来到了另一座大殿，并且已被大殿内的一切吸引，因为这里同样有着一座大阵，并且这座大阵之中同样有着一把乌黑色的大剑。但是与之前看到的投影不同，这把乌黑色的大剑有着一种比寻常武王还要强悍的威压，它摆放在那里便会对人的灵魂产生威慑，让人不敢对其有亵渎之心，甚至让人不敢靠近，仿佛它是你的主人，能够主宰你的命运一般。王兵，这便是真正的王兵！楚风激动不已，因为他发现这件王兵与慕容寻所持的那把完全不同，
虽然同为王兵，但是二者绝对不是同一个级别的存在。也许就如同刘老所说，王兵根据具备的智慧不同，品质也决然不同。很显然，这件王兵就如刘老所说，是最上乘的王兵。封魔剑，这便是你的名字吗？楚风向前走了2步，发现在那乌黑的剑柄之上写着“封魔剑”3个大字。这个字体很狂放，彰显着不羁，彰显着不屑，宛如不将天下的所有放在眼中一般。单从这3个字，楚风就能够断定，打造这件王兵的人肯定非常厉害的。无情，你一定想不到又会落到本姑娘的手中吧？可就在这时，在楚风的身后，突然悦耳却充满讽刺意味的声音响起。回头观望，楚风的瞳孔顿时猛然一缩，眼中升腾起了难以抑制的怒火。但是很快的，楚风的嘴角却不由自主地掀起了一抹邪恶的笑容，因为此时此刻出现在楚风面前的乃是追随而来的亚妃以及慕容婉，2位差点将楚风折磨致死的狠毒女人。亚妃、慕容婉，你们居然还敢出现在我的面前！楚风淡淡的开口了，但是说话之间却是咬牙切齿，因为他不会忘记当初这2个女人是怎么折磨他的，尤其是那个亚妃，更是硬生生的砍断了他一条手臂，将他的身体扎成了一个筛子。出现在你面前又能怎样？难道我们会怕了你不成？亚妃嘴角上翘，那诱人的红唇彰显着他对楚风的不屑。亚妃，不要与他废话，他身后的应该就是封魔攻杀阵，一定不能让他开启此阵。慕容婉提醒道。不用你提醒，我也知道那是什么。不过相比于这封魔攻杀阵，我对那把封魔剑更有兴趣。那可是当年残夜魔宗宗主所持的王兵，号称东方海域最强的王兵。亚妃将那贪婪的目光凝聚在了封魔剑之上，但是紧随其后，他又看向楚风道：但在此之前，我还要好好折磨一下这个废物。话罢，亚妃脚步猛然向前一踏，那2条雪白的美腿弹起之际，已是如光一般的掠向了楚风。与此同时，似是害怕亚妃占尽先机一般，慕容婉也是娇躯一纵，径直的向楚风掠来。然而面对那径直掠来的2女，楚风不但丝毫不惧，反而在其嘴角掀起一抹冷笑。就在2人将要接近之际，楚风的身前突然出现了一道结界大门，而与此同时，一道娇艳的身影也是自大门暴掠而出。当这道身影出现之后，最先探出了2只洁白的玉手，并且分别抓在了亚妃与慕容婉的脖颈之上。只听的一声，这2位娇滴滴的美女便被硬生生的按倒在了地上。竟然是你！怎么可能？你不是已经……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亚妃与慕容婉不知所措，有些发懵。而当他2人缓过神来，看到他们2人身上的究竟是谁之后，那2双美眸顿时猛然放大，一种无法形容的惊恐之色浮现而出，因为他们已是认出此刻将他们按倒在的，并且牢牢锁住他们喉咙的，不是别人，正是那位与楚风缔结了契约，拥有着极其逆天战力的可怕戒灵蛋蛋。但是他们明明亲眼见到蛋蛋爆体而亡，如今又怎么会出现在他们的面前？2个死丫头，想不到本女王还活着吧？蛋蛋双眼微眯，甜美的笑道。经过这几日的时间，蛋蛋不但调整好了自己的身体，更是恢复了自身的实力。这也是为何楚风见到亚妃2人还会这般有恃无恐的原因。你想干嘛？你若敢对我不利，我哥哥一定会放过你，我父亲更不会放过你，你和无情都要死。慕容婉真的怕了，连说话都在颤抖。但是身处这种境地，他却不得不抬出自己的哥哥和父亲来吓唬蛋蛋，因为他觉得这是他眼下唯一能争取的活命机会。而听得此话，蛋蛋则是柳眉微皱，小脸微变，随后缓缓地放开了那掐住亚妃与慕容婉的脖颈的双手。这一刻，亚妃与慕容婉不由窃喜，甚至嘴角还掀起了一抹得意的笑容，都以为蛋蛋是害怕了。然而就在这时，蛋蛋那绝美的小脸之上突然闪现出一抹异常冰冷的凶狠之色，只见其双臂猛然挥动，只听2声，2个异常响亮的耳光便落在了2人的脸颊之上。2个贱人，还问本女王想干嘛？本女王就是来找你们算账的。